我的天啊，我真的是很震撼哎，就是航拍的时候太不真实了。我来到中国北方最冷也是最大的大城市黑龙江的哈尔滨市，花46美元体验，据说是耗资8亿元打造的全世界最大的冰雕雪雕乐园——冰雪大世界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值不值这个票价？我们一起探索一下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从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出来的一个场景啊，第27届冰雪大世界。冰雕乐园。我的天啊，我真的是很震撼哎！就是航拍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，像是 AI 做出来的一样。太不真实了，太科幻了！这个场景，朋友们，这付出了多少工匠，日复一日的一个努力啊，真的非常惊艳。遇到一个搭子哈，也是广东人啊，算是老乡了。我们可能搭伴一起玩这个冰雪大世界，拍视频还是拍照？拍照吧。好，3、2、1。就从哈尔滨飞回南方的，但是12月初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在做冰雕，还没开园。你看有那么多安检的一个通道啊。据说耗资8亿打造的。哇，8亿，那挺厉害的。盖航拍了，你知道里面像是那个 AI 做出来一样，特别不真实，你知道吧？很魔幻，很科幻。入园通道，冰天雪地童话世界。你没看到这一幕啊？我已经看过了。我没有看过，一般没有看过的人都是比较惊讶的。就像我第一次看到雪的时候，哇塞，超开心的，从来都没有看过雪。你今年是第一次看雪吗？对呀，对呀，以前我一直都想来。只有南方人的话，他对雪是有一种执念的嘛。啊。然后的话，就好像北方人对海有执念一样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哇塞，就觉得很开心啊。然后呢，昨天不是下了很大一场雪吗？昨天你在吗？我在。然后哇塞，我就等着昨天。就是为了昨天看一场下雪的感觉，特别奇妙，特别神奇，就感觉好幸福啊！哇塞！要拍一下这个。好。这个标志。好。有没有去滑雪 ？OK， 我就拿着就 OK 了啊。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可以了。待会儿我想到了再录吧。好，第一个景点是索菲亚大教堂，但是它是我来东北以后最震撼的一个景点。所以呢，他在这里创造了我人生中的很多最。你说的太好了。创造了很多很多第一次哈。对，是的，这就是人生的旅程。拍一下这里。这个是中东铁路啊，中东铁路是东北一条非常重要的铁路啊，在上世纪可以说是这里的铁路大动脉啊。
冰天雪地，也是金山银山。我们赶紧去那个背面，趁着现在还有阳光，把这个最大的雕像给它合照了。此刻是不是你来东北最开心的一刻？就是你刚才说最震撼嘛？其实我也是挺震撼的。虽然我来东北连续2年来了，我还是觉得非常震撼。虽然说我今天也很开心，但它不是最开心的，因为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一直都想看雪，是昨天看到我下雪那一刻，是感觉是最开心、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一刻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是最震撼的其中之一，应该不是说没有其中之一了。来东北的最震撼的一个景点。对我能理解你那个看到下雪那个漫天飞雪的那个感觉。我去年也是这种很难忘的感觉。对，是的。这个是温度计啊，今天的体感温度应该是零下20度左右啊。我感觉你在直播一样。我在录像。在录像。没有直播。兵马俑。兵马俑，我前不久刚去看了兵马俑。西安的兵马俑是吧？对，西安的兵马俑啊。我去年去过。好了，你今年已经看了冰雕，然后呢又看了真实的兵马俑。最大的摩天轮。你很会选时间啊，这个时间来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既可以看到白天的景色，也可以看到晚上的景色。它这里晚上看那个冰灯啊，也是它的精华之一啊。你也很会选啊，所以我们有志同道合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广播室温馨提示您：进行陆地小慢行，接受地小下自由落马，避免奔跑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也好看。就是很多人一天都玩不上一次这个。是那个吗？是啊。这个是主塔，冰灯起幕。先。没事，你拍照片就行了。不用皮，直接就出片那种感觉。直接就直出就可以了。对呀，真的是有这种感觉。你看那还有飞机啊，飞得好低的。哪里？那里。哇，真的耶！可以拍一张的。好，我给你拍一张吧，这里是值得拍一张的。哇，你此刻是什么心情啊？请问，采访一下这位帅哥，广西来的帅哥。现在是来东北最大开眼界的其中一天啊！但是当我真正置身其中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大饱眼福的。它就是你昨晚去的地方呀。昨晚去的地方？啊。音乐长廊？不对，它就是你昨晚去的地方。刚才我找了海洋人大街。不是。那我去了哪呀？那个建筑，你看那个建筑像什么？啊，这里啊，你说这个啊？对。索菲亚大教堂。啊，对呀。我以为你说这个。哦，你以为有说这个？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东北最大的一个，就是东正教的教堂。好美啊！你看今天有阳光，而且空气的清澈度很高。如果说，而且又不是很冷。对，今天我们真的选的超幸运的，我觉得。有一个中国有谚语叫做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啊。是吧？是的。
你有看过美国一个大片叫《权力的游戏》吗？看过看过。你有记得就是里面有一些城堡啊，是不是很像这种感觉？对对对。我觉得如果他来这里取景的话，应该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意。好有趣啊！有时候我觉得，如果跟你同行的人他能 get 到你那个点的话，你就感觉哇塞，这样太棒了。对对。圣索菲亚大教堂，那里昨晚有，那里是不是很多拍照的人，就旅拍的人，穿那个很多。我们上去走一下吧。好，走。晶莹剔透。冰清玉洁啊，晶莹剔透。是的。哎，对面那个又是什么塔呢？那不知道了。这地方拍照就背光了哈，没那么好。你要拍吗？这里拍照应该不出片，因为它这里有点背光。是的，是的。我跟这名女孩说待会儿再找她，因为她在旁边，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拍了，因为我习惯一个人就是事无巨细的把每个细节都拍出来，我先好好拍一拍给大家看一下。还得开发是。对对，如果说降上去了，咱们也没有必要等个时间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也好看。我靠，旁边没。朋友们啊，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塌陷的角哈，这个冰块是因为有一天它下雨了，或者是天气晒到热了，它就融化了一点点。后来呢，用雪把它给填上，再喷那个水，它就连接着起来了，然后就起到一个这个混凝冰的作用啊。你看，但凡有那个塌陷的地方、融化的地方，就用冰给它填上，再喷水，然后它就连接成冰，做一个粘合剂。这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正面，刚才我们在背面。
走到它正面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拍最佳。背后就是哈尔滨著名的地标啊，圣索菲亚大教堂。我将我的吻过认识的你哟，哦哟。往别地方跑去了，在这儿给你看都看不清，因为现在那么。哒哒哒。这些冰块里面都埋着灯带的。待会儿天黑以后啊，这里又是一个绚烂缤纷的世界啊，绚烂缤纷的童话世界。现在是一个冰雪科幻世界。我想是因为。走到那个主塔底下看一看。大型舞台奇观秀往这边车，没有购票留客，抓紧时间购票。你看，远远看过去就是一片的冰清玉洁啊。没有购票留客，抓紧。这个世界，在我想象都不敢想象，换在以前，在南方生活的这些年岁里，想都不敢想，这世界还能这样子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冰雪奇观，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！长久的冰天雪地孕育了东北人，在冰上，在雪上。然后，延伸出智慧的这种成果啊！
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的。皇后楼啊，在江西的一个文化地标哦，我们也去过了，在这集影片中呢有拍过。中国结，从中国结看皇后楼，它里面是中空的。这一切都太梦幻了，朋友们。我觉得有生之年来看一次冰雪大世界是不虚此行的啊！有一些人觉得说，我300多元，其实这个票价不便宜啊。那么论这个哈尔滨的薪资来说，那可能是一个人几天的工资了。然后有一些人觉得说，我花300多元进来看一看冰，然后冰雪大滑梯没完善，摩天轮没完善，就感觉浪费钱哈，不值啊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此种冰雪奇观放在全世界其他地方，我相信是没有的。也就是因为中国啊，这个人口体量太大了，然后驱动了能够花数亿元的一个成本去打造这么一个冰雪乐园啊，非常的叹为观止，非常的大开眼界，非常的耳目一新。我想，哎天啊，它是融合了全国的各种元素哈，像那边是江西的黄鹤楼，这里边是广东的罗湖口岸啊。它设计这些不同城市的一个地标，应该是有深刻的意义的啊。我们待会儿再了解一下。气吞云梦。这边的一个人排。
朋友们，我们看啊，有一些冰块呢，还是矩形的，有一些是圆形的啊。这个圆柱啊，真的花费了很多的匠心啊、力气、精力、巧思、智慧、时间、金钱。背面看黄鹤楼。人感觉好像有点黑。这个有点像日本的千鸟居啊。在排队打钟。这是雪雕。这边是排队滑冰梯，看在太阳的照射下，这些冰块真的显得晶莹剔透的啊！朋友们，你看有那个流水的痕迹啊，是因为两个冰块之间要用这个雪去粘合它，那么就往里面喷水。这个水的话没有来得及粘合的时候，凝固的时候就流下来了，形成的。你站这儿，我在上头。我刚才感觉那个风啊，吹到脸上是冻的。我脸也硬的呀。福建土楼是以天圆地方概念作为建筑的主体造型。哇，这一道金色的光芒射进来，这一切太像电影了，就像那名女孩说的一样，一个科幻电影的电影场景。你可以用个小视频，咱们在这块照张相，正好照红。福建土楼也是我国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。之前有朋友给阿树留言说，想看我去福建拍福建土楼，
然后如果你也想看的话，在评论区留言，如果想看的朋友多的话，我找时间去一趟福建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福建的建筑瑰宝——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。以福建土楼为窗口为画框，看黄鹤楼啊。他照的啊，不照着，去照去。这个是山东的岱庙，山东岱庙是中国四大古建筑之一，这也是秦汉以来唯一一个圣城的一个古建筑和重要文物遗址。然后下回晚上灯光了以后呢，可以看到的是，你看它德类丁丁建造的宏伟格局。然后我们去下一个景区。你比如说像这2块雪桩之间呢就有裂缝了，就往里面填雪，然后呢再喷水，它就水凝结以后呢，这里就等于说形成了一个粘合剂啊。我看好多的冰块之间都是有裂缝的，你看这地方哈，我们能看到里面是有雪的，这个冰块里面是有雪的，它是罗湖口岸啊，香港的朋友就比较熟悉了。这里山东岱庙、福建土楼及深圳罗湖口岸建筑为原型，构造出一组冰雪景观群落。来这边请。看见找便签。有些滑得动，有一些穿牛仔裤摩擦力太大了嘛，滑不动。看一下，有主形象大门、主塔、冰灯启梦、主冰神、是景观建筑群、雪域佛国世纪之中、黄鹤楼、童话世界、12生肖、中华巴洛克梦幻城堡、冰灯起源、吉祥迎宾。及有过病史，如癫症、心脑血管疾病、哮喘、肢体残疾者、恐高症等，酗酒者、吸毒者和其他不适宜参加。山东岱庙。山东天街。
121米超级冰滑梯排队处。看抖音有一些人排5、6个小时啊，排了1天才划算，我就不排了，这个使用成本太高了。因为它每2个小时放号嘛，然后预约，你能抢到预约号还要排很久队呢，更何况有很多人抢不到号。这有卫生间，我的天！哇，才3点半，有一些冰就亮灯了。其实我不希望它亮灯那么早呀，我还没拍够它没亮灯呢。我喜欢看那种更自然一点的冰雪奇观。看一下洗手间哈，在里面暖和一点，好多人是在里面取暖的。这个是海尔水暖通，是一个取暖的地方啊，里面人们在里面取暖，因为在外面冻太久了，要等晚上看夜景的话还有好些时间。室外温度零下10度啊，室内温度30.9度，室内外温度差40度啊。太早亮灯了。这是伊埃斯科城堡，位于丹麦菲因岛南部，建于1554年，是欧洲保存最完整文艺复兴时期水上城堡。现在不到4点了。好熟了。下面，快走。这是7点多。这是12生肖主题冰雕，属猪，猪你财源滚滚，好事到来。猪，这是狗，猛狗，鸡。龙啊！各位游客，欢迎您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王的战车演出于16点准时在冰雪秀场上演，演出时长65分钟。如果你想沉浸式的体验900年前东北平原黑龙江西。哦，这里还能拍下雪的场景。这是哈尔滨站吧，看着特别像哈尔滨站。造雪机，
不停的工作，雪花纷飞。因为这里最高。在冰天雪地里还要人工造雪。我们看前面的主塔也亮灯光了，它是一个渐变色的一个灯光，美轮美奂的。看到了吧？上去，往前走一点，近一点，好看。把你的大家给我拍。雪人家庭，一家三口。太浪漫了，这个晚霞啊，冰雪晚霞，吉他，KFC 皮草，温度计，冰雪世界龙马精神。看一下温度计啊，现在零下10度左右。零下10度左右，我的手不戴手套露在空气中，大概5分钟就受不了了。10分钟吧，5分钟还能忍一忍，10分钟就必须揣衣兜里或者是戴上手套了。就我每次飞无人机都要把手套摘下来。哇，跌落房间的天使。哇，这儿的冰雕可真多呀！一路走，一路往西走啊，有各种主题的冰雕。像这里有冰雪暖食啊，可以进里面取暖，也可以吃一点小吃，填一下肚子。关东煮、雪国热饮、号脉热薯。现在4点钟不到，很快就天黑了。所以朋友们来这个冰雪大世界，建议就是2点钟或者1点钟来是最好的。这样子你玩到4点钟，你既能看到它没有亮灯的白天的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啊，然后呢，又能看到它夜晚里面美轮美奂的灯火绚烂的一个冰雪世界的景象啊，就是两全其美，一石二鸟啊。就是会吃一点苦啊，在这个地方
待几个小时啊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么美的地方，而且看什么都觉得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啊，也不觉得冷了，也觉得可以忍受。龙马精神。这摩天轮也亮灯了。这里是摩天轮排队处啊。这规模也太大了吧！前面还有好多。这个时候蓝调时间啊，真的漂亮。这地方滑冰场，如果你喜欢冰、喜欢雪的话，这里简直是一个天堂。这打冰球啊，这个叫冰嘎，东北人玩的，小时候玩的，用绳子抽那个冰嘎。这是滑冰场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现有公证人员识货于安琪的身份证，请失主听到广播后到南售票大厅客服中心认领。现有公证人员识货于安琪的身份证。你好，这里面是个什么冰雕呢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还没弄完啊，不能进。好的。建材啊。这是排队进摩天轮的。如果说白天的冰雪大世界还比较的含蓄，到夜晚的话，这里的各种节目就精彩纷呈了。